前2天看了白岩松的一则视频，视频里有句话戳中了我：想要养儿防老几乎不可能，不是儿子不孝顺，而是一对小年轻上面4个，上面这4个顶上还剩2、3个呢，请问他养得起吗？所以老人的第一位是攒健康，储蓄健康要比储蓄钱管用。想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位老母亲，早年丈夫去世，她含辛茹苦养大儿子，倾其所有供儿子上大学，儿子毕业后在大城市成家立业。母亲临退休前打电话给儿子，希望退休后能和儿子住在一起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没想到几天后，儿子回电说：妈妈，经过我们全家人的商量，我们不欢迎你和我们一起住，你把我养大，按市价计算大概是15万元，我现在给你账户打了20万，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。老母亲听后伤心欲绝，后来她用这笔钱去旅游散心，看遍了人间百态后，老母亲看破了，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：儿子，我用你的钱去旅游了，在旅途中我想明白了，我要感谢你，谢谢你的绝情，让我懂得看破，学会释怀。世上的亲情就如云烟，风起即散，一切都是无常。如果我看不破，继续痛苦下去的话，可能1年半载我就会去世。谢谢你让我学会了淡定从容，我已经没有孩子了，心无挂碍，我才能无所住而生其心呢。老了靠谁养？这位老母亲的经历让人沉思。都说养儿防老，可是把养老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是非常不靠谱的。那么怎样养老最靠谱呢？1. 守住老伴儿。俗话说，少年夫妻老来伴儿，这世上除了父母，老伴儿就是最亲的人。年轻时和你走过风风雨雨的是老伴儿，年老时和你相濡以沫的只有老伴儿。要吃还是家常饭，要穿还是粗布衣，知冷知热是结发夫妻。老了有个在乎你冷暖，关心你悲欢的老伴儿，是一生最大的幸福。儿女再孝顺，也不能常伴身旁，老伴儿是唯一能陪伴你的人，也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人。人到老年，一定要珍惜老伴儿。2. 守住老窝。赵朴初说，父母的家永远是子女的家，子女的家却未必是父母的家。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本，人老了一定要有个遮风挡雨属于自己的房子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，有一方自己的小天地，老年生活可以过得自由自在，就算儿女不孝顺，也可以回到自己的老窝，不用看儿女的眼色。守住老窝，守住安身立命之所，才不至于老无所依，晚景凄凉。3. 守住老本儿。俗话说，有理财就不穷，有计划就不乱，有准备就不忙。一定要守住养老金，一定要事先准备养老的本钱，才有底气步入老年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必事事为儿女操心，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老本全都交给儿女。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。谁有都不如自己有，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守住养老金，看住老本，老年生活才有保障。4. 守住健康。金钱再贵也没有健康贵，荣华再福也没有平安福。身体健康是人生的本钱，储蓄健康比储蓄金钱更重要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
无论子女多孝顺，都经不住被父母的疾病折磨；无论多厚的家底儿，在重大疾病面前都会被掏空。所以，拥有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，尤其是年老时，一定要守住健康，没事儿多运动，好好养生。5. 守住老友。真正的朋友，一生一起走。尤其到了老年的时候，能和老友出来喝茶、聊天、下棋，老年生活就会很充实快乐。人老了，有3、5个知心好友可以倾诉心声，乃人间一大乐事。有心事不要压在心里，会闷出病来。多跟老友聊聊，把心事说出来，心里就会痛快许多。守住老友，老年生活才不会孤单无趣。如今现实的社会，养儿未必防老，做好养老准备，老年才不慌张。善待老伴儿和老友，守住老窝和老本儿，拥有健康的身体，才是最大的赢家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